是 WS Fathers， 我是安仔，我是 Andy。OK， 讲到自己本身啊，其实我已经拿了 PR， 差不多接近4年了啦。所以有时候啊，我在考虑啦，是不是应该转去新加坡练呢？在新加坡生活了那么多年，也开始慢慢习惯了新加坡上面的生活，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新加坡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利与弊啦。就身为马来西亚的我们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现在马来西亚的国籍，转去新加坡 citizen， 还是换 PR 就好了嘞 ？Oh no！OK， 首先现在我们先问一下安仔，因为安仔现在已经是新加坡的 PR 了。在申请 PR 的时候呢，我4个月我就拿到了我的 PR 了啦4个月吧。OK， 对，就是前后我 submit document，然后 approval， 然后再加上去 ICA 换 IC everything， 整个 process 到完啦，就差不多是4个月的时间。有去稍微上网，有去透过朋友了解到，就有一些 important point 啦，就对我的未来是有蛮大帮助的。当你在拿 PR 的时候，第一当然就是买屋子，毕竟想到在新加坡会长期工作的关系，所以就想拿一个 PR 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保障吧。你申请什么东西是吗？至少有多一个 PR 是吗？也会比较门槛也优先给 PR，对，虽然优先会先给新加坡的 citizen 吧。我们 PR 也不差了的，就是你已经是 OK 了，然后你也不会被你的公司绑着这样子。有打算在新加坡长期工作啦，不妨可以去拿 PR。毕竟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桥罢了，过到去。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要特别的去强调，就是如果你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话，你可以跟新加坡人一样，可以拿那个所谓的 CPF。然后这个 CPF 的钱是吗？你可以在新加坡拿来买，好像resale是物质啊，买二手的或者是买新的都可以。只是 CPF 就是公积金嘛。对，公积金其实你对未来长远来想的话，它好处是什么？因为公积金是有分3个 account， 就是 OA、MA、SA。对，连这个 OA 就是该安仔讲的拿来买物质的，还有这个 MA 这个 MediSave 的哦。MediSave 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医疗的费用其实不便宜。如果我们不及时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存着钱的话，以后到我们老的时候，需要一笔钱来治疗自己的话，对，我们就很难拿出那一笔钱，因为人都是很难自己去很有 discipline 的去存钱的。所以变成 CPF 这个算是一个帮你存着未来的钱的东西。对，这个 CPF 啦，就有一点点不好啦。公积金就必须要等你老了才可以拿出来那个钱，因为 CPF 的 percentage 存啊是蛮高的，就是每个月薪水要扣到28%这样子。Oh no！ 真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afford得到。像有些人的工资可能才3-4千块啊，被扣一个20%，哇，其实是还蛮高一些的。对，所以刚才啦，我有少少分享了一些我拿 PR 的一些经历，所以现在呢，就到我返回来问一下现在这个叛国贼啦。Andy， 你也来说说看一下啦，你是怎样叛国从马来西亚去到新加坡的？对，现在没有错，我是新加坡人了，我已经拿到新加坡的 ID 了。我早期的是冷静，其实我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 PR。second generation 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意思就是我爸爸是 first generation， 就是他们第一代，就好像你自己，你刚才讲的，他去申请的是叫做 first generation， 然后他的孩子的话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而这个 second generation 呢，他做 PR 的有一个坏处，我要先在这边讲出来先，也不算是坏处了，我觉得就是你要进去兵营 serve 这个 national service， 新加坡的要去当兵啦，其实是可以逃兵的嘛，那个时候不可以，听讲了，这个我不知道。听讲，如果你不去当兵的话，你到你成熟年龄了过后，你的 PR 就会自动被割掉。对。哦，你就讲现在我的孩子就一定要去当兵啊，呆啦。对，他可以拿着 PR 的身份，直到好像到他的18岁嘛，还是20岁，我不知道。就到了一个年龄了过后，他就必须一定的要去当兵。新加坡的当兵是不是泰国那里抽签的，就一定要去的。当完兵2年之后，你还是 PR 的身份，你就是还是不会变。
直到你自己要去主动申请这个 citizenship。OK。那时候我当完兵了之后，好像过了差不多2年吧，我觉得我忘记了，然后我才去申请这个citizenship。因为听他们讲，如果你是有当过兵，因为你当兵结束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像 testimonial 还是一个 cert， 就证明当过兵。当你去 apply for 这个 Singapore citizenship 的 application 的时候，是吗？你可以把这个 NS 的这个 cert attach 上去给他们 ，so that 听讲啦，中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你有为新加坡当过兵啊，就好像有帮国家服务到。你有贡献，你有一个贡献在那边，所以变成你申请这个 citizenship，我不可以讲真的是100%拿到，可是真的是很高机会。可是我有发现到啊，大家当兵出来的身体都比较 good， 然后 Andy 呢就，不是因为做美食节目的关系啊。我当兵的时候很瘦啊，你看那个照片，我放这边，我放这边这个照片，你看我很瘦，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瘦了。OK， 换 citizenship 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跟这个 PR 的没有太大差别。因为申请citizenship你也是必须上网去填一个 form 嘛 application 那个，填了那个 form， 你把你的私人的资料一大堆全部填完下去，好像你以前在马来西亚你有像 SPM cert， 还是你有读到 diploma cert， 还是你有读到什么大学的 cert， 完全一起 attach 上去这个 application， 然后这些文件submit到完了过后也是一样等，那时候我等非常非常的久，收到那个消息了过后他就apply 成功了嘛，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要让你去参加一个 program， 他就会先带你去认识新加坡，因为毕竟不是每个都是马来西亚人，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第一次踏入新加坡的，所以新加坡政府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义务来教你们一些新加坡的一些文化历史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是要让你们更多的了解新加坡了。像你这样 order copy 不是这种上网看就很多人在做，这就是新加坡的文化。对，然后那时候他有带我们去一个好像是Land Authority 的一个 gallery 这样子的，就是他会让你去了解一下新加坡的好像 mission and vision 这样子的，他们以后未来的科技发展的东西这样子。我进到去那边的时候，我真的很 shock 到，就是那时候我去到去的时候，它是因为刚开始新加坡要推出所有马路边的那些路灯都要跑这个 solar energy 了，太阳能，对，太阳能的，所以变成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哇，原来新加坡会有那么远的想法，已经在做着，在研究着这一 part 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更加的在了解新加坡，不止在做什么东西啊，到底不只是以前新加坡是怎么来，直到未来他们要做什么东西，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跟你们讲解那种。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出发点很好啊，就是他要给你知道，你要做新加坡的，你就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东西，我们要一起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因为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不错，就给你知道，不是来新加坡只是读看手这样子。再来就是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 Journey Tour 之外，他还有一天晚上他必须要你去参加一个好像认识朋友的一个晚会这样子。真的，这个是真的太多了是吗？是不是你觉得很多？把他的 package 是感觉好像很好因为这个认识人的这个 program 我觉得就是主要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些中国人来到这边，他们要换成新加坡人，他们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亲戚在这边，可能你工作你还没有找到。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像一个晚会这样子的啦，它会是在那种 community center 举办，所以他会进去，然后他就会把你分成几个 group， 因为他很多人，我也是当时候 shock 到你知道吗？我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一起来换身份，已经看到很多人，有印度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然后有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我也有看到，老小都有是吧？都有，年轻的、老的也是有。OK，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做完了这些所有的他的一个 package 过程了之后，你就是要上台拿奖，不是上台拿奖，是上台去拿你的 IC 因为那时候你的 IC 就已经做好了你的红色的 IC。OK， 在那个之前，对我还有一点我忘记讲，就是因为你要放弃你的身份的话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国家以前的身份的所有东西割掉嘛，你的报生纸、你的 passport、你的 IC 这些东西，所有都要割到完。要割的时候是吗？你就是要去到大使馆，就是新加坡有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对，embassy。对，他就在那边你就要去申请一个 Borang K， 要去填资料，然后你要去到
那边你要带 IC 啊，要是带 passport 去啊，它全部是当场那边直接给你剪掉，然后直接就是收掉就对了，你不可能再拿着你的马来西亚 IC、马来西亚 passport 嘛，对。然后你申请了过后，你就要等哦，等他有一封信回来了，不然 OK。那封信一回来了过后是啊，你要拿这封信再去 ICA， 就是新加坡的 ICA， 你去到楼上那边，你跟他这封信，然后你是说你是来宣誓的，很严肃的那边，1对1这样子啦，在一个房间里面。真的哇，这个我完全没有想象过诶，就好像我这样子，我跟你是那个法官，然后我就是那个 apply， 没有你是法官，哦，我是法官，我就是那个apply 那个人，所以我今天来了布我这个 appointment， 然后我就要来跟他讲我是来宣誓的。现在我就要来讲换了新加坡 IC 了过后，我觉得我的好处会不会比 PR 多一点？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OK， 可能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如果以后等到我真的是有结婚啊，有孩子，连有买屋子的时候是吧？可能就跟 PR 的不一样。就好像刚才安仔讲到那个买屋子的，新加坡人买屋子是 subsidize 是更多的，还多过 PR 的。就是新加坡人买屋子的话，第一他们可以买 BTO， 就是全新的屋子，而 PR 不行。PR 只可以买 resale 嘛，对不对？哦，对，除非你夫妻啊，其中一个换去实习生就 OK， 只要一个实习生就可以，只要一个实习生就可以了。这个是新加坡人的好处。其实我觉得换了身份跟不换身份，其实你的生活还是一样过的，你只是换一个身份吧。这个我赞同。如果你觉得你换了身份，你就是一个叛国者，你就是不喜欢你的以前的国家的话，我觉得是没有这回事。换身份其实是你自己对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要求，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更加好的东西，你就是要去到那个国家，你才可以实现到你想要的梦想嘛。所以你是想的是不好啦？不是，马来西亚也是好，我也是喜欢马来西亚的食物，我还是喜欢马来西亚的文化我还是喜欢花马币的。只不过 Andy 啊，要过 custom 那个 land 的时候他不可以去 auto 的那个，还要去排队。OK， 这个这样子，我讲一个不好的，就是这个。你在过马来西亚的 custom 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排队，你不能过那个 auto land，你要去到 manual counter 了。然后我昨天我回来马来西亚这边我排了2个小时15分钟，我的人生中没有排过那么长啊！我都在跟他讲，像刚才 Andy 有讲到实习生一些好处啊，对我来讲啊，我去到新加坡做工就是为了赚新币，然后回来马来西亚花嘛。以前真的是一开始进工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我慢慢在新加坡工作习惯了过后，是吗？我其实觉得还好罢了。就其实好像跟 Andy 讲的，其实就生活方式都还是这样罢了，都是一样的啊。毕竟可能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文化饮食方面都很接近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容易习惯了。我个人觉得拿 PR 就好了，我会设限，我就拿一个 PR 就，我还是会选择保留我们的一些的公民权啊。个人啊，每个人以后想要的东西都不同嘛。对，因为我还是想 keep 着我那个蓝色的卡啦。有2张卡的，比较一点。2个蓝色的，2个蓝色。我有2张卡这样子啊。如果你是比较偏向往于好像喜欢新加坡的生活啊，喜欢新加坡的教育啊，还是他们的制度安全的话，稳定的啦。稳定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多了解新加坡先，才来决定要不要变成新加坡人。如果你们对 PR 跟对 citizen 的这一方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想要询问我们2个人呢？虽然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啦，不是专业，我们可以以我们知道的东西来回答你们了。虽然可能不大正确了，要正确的话还是去上网去找他们的，去找一些 agent 啊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影片也差不多到此结束啦。所以喜欢我们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